大舅哥带着绿茶女友上门拜访妹妹，没想到未来的嫂子却看上有钱的妹夫。唐明海连忙眼神示意了下，董云倩这才把脚放下来，吐出嘴里的瓜子皮。唐仲威眉头一皱，神色也冷了几分。我介绍一下，她是我妹妹唐仲威，微微，这位是你嫂子董云倩。别说那么早，我还没跟你结婚呢。当着妹妹的面这样说话，唐明海顿觉有些难堪，又不好说什么。毕竟他和董云倩确实还没结婚。哦，你们先玩吧，我去厨房把菜洗洗，一会叶枫回来做饭。唐明海有些愕然，叶枫，他要过来？这是他的家，他在不是很正常吗？唐明海瞥了一眼女友，以为妹妹是不想当着外人的面说这事。对，是我糊涂了。唐仲威也不管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，提着菜就进了厨房。董云倩撇了撇嘴，你妹妹好高冷啊，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样子。唐明海听得心头一跳，她其实性格挺好的，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见面不太熟悉，等熟了之后你就知道了。董云倩撅着嘴有些不满，无所谓熟不熟，反正别人给我甩脸子，我也不会给面子。这时候门外传来停车的声音，董云倩连忙跑到一旁窗户看去，正见叶枫从一辆奥迪 A8上下来。看到他，董云倩眼前微微一亮，她一直以为唐仲威住这么贵的豪宅，老公可能是个中年成功人士，却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。见叶枫开着豪车回来，唐明海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只见叶枫进来后，并没有露出什么难为情的样子，反而十分淡定。大哥，当着女友的面，唐明海也不能做得太明显，只是冷淡的嗯了声。然而董云倩已经主动走过去，伸出了手。你好，我叫董云倩。女友的主动让唐明海很不高兴。叶枫也察觉到这个女人过分热情了，但他还是礼貌性的伸手握了下。你好，我是叶枫。这个名字真好听，潇洒不羁的感觉。董云倩满脸的笑容，如一朵盛开的玫瑰。还好，你们先坐一会，我去厨房做饭。叶枫说罢，转身就去了厨房。哎，你妹夫还挺帅的啊。帅个屁！唐明海很不高兴的碎了句。董云倩瞥他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厨房里，叶枫看到唐仲威的表情，就明白他不开心。怎么了？大哥又跟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吗？唐仲威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他们干嘛总是不愿意相信我们。顺其自然吧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。行了，你们兄妹俩也好久没见了，去说说话，这里有我就行了。唐仲威真不知道要和唐明海说什么。往日里无话不谈的兄妹俩，现在已经几乎无话可说。但叶枫还是把他推出厨房，还特意大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，让微微陪你说会话，饭菜很快就好。”见唐明海看过来，唐仲威只能磨磨蹭蹭的走过去。到了客厅，他坐在了沙发对面，和唐明海隔了数米远。这时候，董云倩忽然站起来：“你们兄妹俩说说话，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”不等唐明海答应，他就快步往厨房走去。唐明海也不敢强硬的拉住他。其实他知道董云倩外面有很多追求者，对他也不是特别看重。董云倩一进厨房，就很自来熟的走到叶枫旁边：“我帮你洗菜吧。”不用，这点事情我自己就可以。你很明显说话没什么用。董云倩已经略显生疏的开始做事了，知道人家是好意，叶枫也不好说什么。客厅里的唐明海看着坐得远远的唐仲威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：“必须离我这么远吗？我是你哥，又不是杀人犯。”你不是杀人犯，但你做过的事情比杀人还让我难受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今天到底来干嘛的？别说只是单纯为了看我。唐明海有些心虚，他不敢说罢，已经知道那笔钱是叶枫给的，让他还回来。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不就是觉得好久没见你们娘俩了，正好和你嫂子一块来看看。唐仲威直视着他，那眼神让唐明海下意识地垂下眼皮。唐仲威似乎看出了什么，脸上露出一丝凄凉。他明白，一定是爸爸又让大哥搞什么幺蛾子，但唐明海不说，他也懒得问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唐仲威示意了一下道：“住着大别墅，老公开着豪车，连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，这样的生活还不够幸福吗？”唐仲威的意思是，我已经过得很好了，你们应该改变一下看法。可在唐明海听来，这却是诉苦，心里不禁有些难受。如果你不想，可以回来的。爸妈虽然嘴上那样说，但他们比谁都爱你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现在就带你走，谁都拦不住。唐仲威一怔，随即明白大哥又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只能苦笑。你们就不能想我点好？我在这过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回去？哥，叶枫真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，房子、车子、钱都是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正儿八经赚回来的。行了，就知道你会替他开脱，这是我们心里都明白，何必说这些呢？唐明海不高兴，唐仲威更不高兴。他知道，就算把葛清泉拉过来当面作证，唐明海也不会信。1个小时后，饭菜陆续端上桌，唐仲威一声不吭地走到餐厅，唐明海默默地跟在了后面。没想到叶先生做饭这么厉害，色香味俱全，我看一般的酒店大厨也没这水平。唐明海面无表情，唐仲威勉强笑了下，叶枫则表情淡然。一顿饭吃的是无比沉默，让人浑身难受。等吃完饭，董云倩又开始不断夸赞屋子的装修好看，还真是了不得啊！年纪轻轻就赚下这么大一份家业。唐明海早就听得不爽到极点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就不会让老婆去菜市场卖水果了。董云倩听着愣住，卖水果？唐仲威脸上露出些怒容，卖水果是正当职业，也是他为家庭留的一条后路。可唐明海这话却是在贬低他的付出。我老婆以前就喜欢去菜市场摆摊，那里人气旺又接地气，如果总在家待着会很闷的。原来如此，那嫂子还挺厉害的。唐明海瞥了叶枫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亲妹妹傻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能怎么办？对了，咱们交换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说不定都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也方便联系。唐仲威没有拒绝，叶枫也不好不给。
加了2人的微信后，董云倩这才乐呵呵的和唐明海离开了别墅。唐仲威连送她的想法都没有，还是叶枫送出门的。叶枫回来后，就见唐仲威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别总想不开心的事情，大哥虽然对我们有误会，但那也是出于对你的关心。道理我都懂，只是实在想不开而已。唐仲威叹了口气，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相信我们真的好起来了呢？叶枫也不知道，就像有句话说的，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。此时坐在奔驰副驾的董云倩表现的却有些沉默，怎么不说话了？说什么？唐明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就是单纯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看得出来，你们家和叶先生的关系的确不怎么样，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？唐明海很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，但有些事又的确不能说，只能仔细斟酌了一番，才缓缓开口。具体的事我也不好说，但可以告诉你，叶枫是个人渣。人渣？哪方面的？所有方面。董云倩哦了一声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唐明海回到家后，立马给父母打了个电话。我已经去见过小妹，把钱还回去了。对了，小妹现在的精神状况不好，最好不要再逼她做什么了，最好也别联系，等她缓一阵子再说。唐景松和宋月如还以为这是哥哥关心妹妹，但实际上唐明海是心虚，他怕父母给唐仲威打电话露了馅。时间就这样过了好几天，另一边的王长兴看着手机，不断的唉声叹气。许昌辉的团队已经在这几天的期货市场上大赚特赚了，而你自从了15个点之后，依然是小笔的买入，有时候买空，有时候买多，虽然每次都是赚的，但因为本金太少，收获也很小。